眼啊，正影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那年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当，伴我逐浪迎风翔。人生那年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当，伴我逐浪迎风翔。平之，你回来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哦，没上哪儿去。可是我一整天都没见到你啊。我觉得闷，所以跑到岸上去练剑。又是练剑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。你刚才就一直站在这儿等我回来？你这又何必呢？你放心，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只是……练功是要紧的，但用不着每个晚上都通宵达旦才回来啊。我神功尚未练成，又怎么可以安睡呢？最可恨的是，还没练成，必须保持童子之身，害你。才几个月的时间罢了。再说，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报父母之仇，不得不苦练的。我会支持你的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安心了。对了，今天爹命人捎来一封信，他说我们离开华山已经好一阵子了，叫我们早点回去呢。是吗？我神功尚未练成，如今要返回华山，如何能拼得过岳不群呢？平之啊，其实我们回去华山也是好的，有爹有娘，还有师兄们陪着我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更加专心的练剑了。这……哎，你不想回去啊？哦，不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应该回去的。真的？好，我就叫船夫把船开回华山。来，你也有份儿。三师兄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谢谢，这是你的。小师妹、林师弟，你们送我们这么多名贵的礼物，真是太破费了。哪里？山儿，哎，娘，岳父、岳娘，回来啦。洛阳还好玩吧？还好，我外公还要我们代问候你呢。啊，他老人家真有心。哦，这是我和灵山特地买给你们的大扇子，师妹，你看。哇，好精致啊！山儿，是你挑的还是平儿挑的？是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奔波劳累呀？娘。哦，灵山身体有些不适，我先送他回房去休息吧。来，走吧。那好。
你们去练功吧。是师娘。师妹，什么事？你说善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想说什么？善儿这孩子我最了解了，他刚游完洛阳回来，应该很开心才是，怎么会愁眉苦脸呢？哦，可能是太累吧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可以去问问他。女儿你也有份儿啊。他从小只听你的，你去问他，他一定什么都跟你说的。这倒也是，可能他一路上受了风寒。这孩子从没离开过我们，根本就不会照顾自己。这样吧，你现在就进去问问他。善儿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娘，啊，月娘啊，其实这些日子，灵山老是觉得胸口郁闷，一直想要吐。郁闷想吐。哎，我去把你爹叫来，帮你把把脉。不必劳烦岳父大人了。怎么会呢？月娘，因为在回返华山的途中，我已经在灵山看过大夫了。是吗？哎，那这药就是照药方抓的。让我看看。好，阿胶、桑寄生、南枣。哎，这不是安胎药吗？月娘果然精通药理啊！善儿，原来你有喜了。灵山不好意思宣之于口，其实她已经怀了2个月的身孕了。真的？月娘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她的。善儿，你可要好好的休息。我先出去给你炖点燕窝，补补身子。平儿，修习华山武功的要诀是什么？华山的武功以一个气字为主，以气为体，以剑为用。你去了洛阳这段日子，功力有没有精进？让为师先试一试你的剑法。数月以来，徒儿一直陪着灵山游山玩水，疏于练习，请岳父大人责罚。你们俩新婚燕尔，疏于练习，情有可原。如今返回华山，就该潜心练武。是岳父大人。想试我的武功？哼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们这对冤家，见了面就斗嘴，现在见不到面了，就一个人在喝闷酒。我们在客栈已经留了字条，通知他来梅庄会合，他很快会出现的。放心吧，我已经通知教中上下，蓝凤凰一定会找得到我们的。我看这事难如登天。哎，田老大，振作点，振作点啊！不要那么泄气嘛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向大哥和任前辈有没有消息啊？我爹今天传书告知，他们正在江南召集部众，预料这几天就会赶回来了。现在射日名册下落不明，希望他早日回来主持大局。令狐兄弟，有一件事我要问你：如果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人而犯下滔天大错，你说这个人是否值得原谅呢？滔天大错？呵呵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，气得蓝凤凰迟迟不肯回来？这事说来话长。他只是出于一时之气，让我劝劝他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哎，
灵狐公子，东东姑娘，请坐。来，尝尝我自酿的葡萄美酒。能和姑娘一起饮酒，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我敬你。真是好酒。灵狐公子的酒量虽了得，但不知其意又如何？下一盘不就知道了吗？来，好啊。这玉佩是我从小佩戴的，现在送给公子，作为报答。报答？公子先前在群玉院卖剑替我赎身，之后又在山路相救，小女子无以回报，唯有赠这白玉佩与公子护身。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完全是仗义相助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你我喝酒谈心，以礼相待，公子你又有何顾忌呢？莫非公子是怕任姑娘会误会？这你大可放心，我相信任姑娘她是明白事理之人。好，那我就收下。谢谢你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灵狐公子，灵狐大哥，灵狐大哥，灵狐大哥。莹莹，灵狐大哥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刚才遭内力反噬，多亏东东姑娘帮我提气运功。幸好东东姑娘在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灵狐公子，药已经煎好了，趁热喝吧。这是什么药？这药有调理内息、固本培元之效。多谢东东姑娘。谢了。灵狐大哥，喝吧。东东姑娘，你根本就懂武功的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还有，你生长于青楼之中，又如何懂得医理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什么不肯坦白相告呢？不瞒任姑娘，其实我是个大夫。女大夫？灵狐公子，东东有一事相求，请公子答应。东东姑娘，你先起来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我希望公子能够收留我。我一家遭奸人所害，如今我已经是无依无靠了。遭奸人所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什么事坦白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日月神教教主，他杀害我们全家。东方不败，他为什么杀你全家呢？我爹当年为东方不败办事，他要我爹
跟药王说相，要药王投靠神教。药王个性固执，相信你爹一定无功而返。东方不败，他认为我爹办事不力，一怒之下，下令杀害我们一家11口。当时我刚从杭州回来，才知道我家已遭灭门之祸，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灯笼姑娘，你爹叫什么名字？先父叫于不灭，曾经跟药王一起习医的。我爹乃一介草夫，他本来是不肯帮东方不败办事的，可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要不是东方不败传召，我爹绝不会踏足黑木崖。所以你在遭逢巨变之后，就藏身群玉院，躲避东方不败的追杀。后来幸好遇到公子，为我赎身，我才得以洗尽铅华。我希望公子能够助我一臂之力，让我为我家人报仇。东方不败武功高强，你想一个人为家人报仇，恐怕难如登天。我知道，以我一个人的力量，对付不了东方不败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试一试。莹莹，我们已经决定上黑木崖了，就多一个人同行吧。嗯，谢谢任姑娘成全。恭迎教主，恭迎教主。爹，爹回来了。爹，女儿办事不力，请爹重责。爷爷，你犯了什么错，要爹重责于你？爹交托女儿保管摄人名册，一时不慎被东方不败的人偷去，请爹责罚。你太不小心了，名册怎么可以不见呢？教主息怒，请教主息怒。任前辈，请听田某说句话。东方不败派人来偷名册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任姑娘并非故意丢失名册的，请任前辈饶了她的命吧。哼！莹莹虽然是我的女儿，但此事关乎教中各兄弟的性命，我怎么可以草率了事？教主，责备圣姑的事暂且搁在一旁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攻上黑木崖，先发制人。桃谷六仙、黄河老祖和祖千秋已经齐集在黑木崖山下，随时候命。教主文成武德责备苍生，据属下查探所知，众教众已经和东方不败决裂，看来教主一统江湖指日可待。是啊，教主，现在日月神教上上下下人心惶惶，军心大乱，这是个大好时机啊！日月神教旧教众都说东方不败倒行逆施，众叛亲离，知道我要东山再起，纷纷向我效忠。看来他们说的全都是真的。是啊，教主，现在是力战东方不败的大好时机。只要我们和教中的弟兄里应外合，必定能将东方不败杀个片甲不留。好，我们马上攻上黑木崖。任前辈，我虽然不是神教中人，但这件事关系到神教上下兄弟的性命，请大家从长计议。田伯光，眼下时间紧迫，由不得我们慢慢准备。教主，晚辈有个不情之请。银狐兄弟，有话直说。
这次行动，晚辈想让东东姑娘一起去。东东姑娘，她和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她是东方不败的仇人。这样吧，我去把东东姑娘带来，让她亲自向您说明。好。东东姑娘，东东姑娘，任前辈想见你呀。东东姑娘。灵狐公子，小女子自灭门之痛后四处漂泊，承蒙公子收留，并许诺手刃东方不败，心中万分感激。唯恐妨碍公子与任小姐感情，遂不告而别。公子之浓情厚谊，此生不忘。东东字。属下白虎堂堂主上官云带同俘虏叩见教主。坛下这几个人怎么见到教主还不下跪呢？属下这几个无名小卒，由于朝思暮想，望能见到教主金面。今日得蒙教主赐剑，是他们祖宗18代的福气，一时乐极忘形，望教主恕罪。教主，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桐柏雄还不下跪！我跟教主是8拜之交，这里轮不到你跟我说话。放肆！你暗中和任我行勾结，该当何罪？任我行要收买我，可是我没有答应他。教主，你说话，为什么你不说话？教主的金口又怎么会为你而开呢？教主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你要桐柏雄死，我马上就死。桐柏雄还不动手？好，你们不要招呼你，快动手！快动手！蓝凤凰，东东姑娘，我来救你！蓝凤凰。你以为凭你们2个就杀掉了我们？东方不败，用不着我动手。你已经亲手把你身边最忠心的狗赶尽杀绝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射日名册是假的。东方不败，枉你聪明一世，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迟了？日月神教在我掌握之中，我要谁生谁就生，我要谁死谁就得死。你简直是目中无人！我今天就要你死在我的面前！任我行，你以为你身边的人就不会出卖你吗？来，我们先喝一杯祝捷酒。我们是要铲除东方不败，重振日月神教。对，重振日月神教，大家喝！重振日月神教，重振日月神教，重振日月神教。田伯光，莹莹，莹莹。
林公子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刚才你在圣坛上为了救我，不小心触动了机关，之后东方不败大开杀戒，就连任前辈也不是他的敌手。我是在混乱中把你救出来。不行，我要去救灵狐公子，灵狐公子，千万不可！你不能轻举妄动，这会打草惊蛇的。这件事情，我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？再说，现在黑木崖肯定守卫森严，等这件事情稍稍平息之后，我们再想办法救任姑娘。你已经昏迷1天1夜了，不如我出去外头找点东西给你吃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杨莲亭，当天在圣坛上，高手如云，就是武功高如任前辈也束手就擒。东东姑娘只是一名弱智女子，怎么会有如此神通可以救我全身而退呢？而且现在看杨莲亭对她毕恭毕敬，这件事非比寻常。东东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灵狐公子回来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到处走走，查看一下四周的环境，和打听一下莹莹的下落。那有任何消息吗？没有。你出去了半天，肯定饿了。我准备了一些佳肴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东东姑娘果然是我的救国知己。我们现在身处险境，你看你，还可以做出这样的佳肴美酒。来，我敬你。这酒味道好特别啊！这酒呢，还有个特别之处。这酒配上生鱼，味道会更好。喝酒可以忘忧。我们现在身处险境，我想就只能静观其变。倒不如，我们就把酒言欢，痛痛快快的喝一场。如果你答应效忠日月神教，永远留在我身边就好了。东方阁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
方狗贼！任我行，你永远逃不出我的五指山里。想跟我斗？射日名册是假的又如何？你有本事逃出西湖湖底，那又如何？现在还不是成了我阶下囚？这天牢正是你当年所见，铜墙铁壁，你们几个怎么样也逃不出去的。你把灵狐大哥怎么样了？你很想知道吗？令狐冲现在对我千依百顺的，我说一呀，他不敢说二。东方狗贼，你真可怜呐！我让你修炼葵花宝典，就是要让你变成不男不女的妖怪。东方叔叔，灵狐大哥他是不会爱上你的。你别痴心妄想。莹莹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现在竟然学这老妖怪这样跟我说话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容易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们。5月初5，我就举行屠龙大会，你们一干叛徒将会凌迟处死。我要让日月神教教主知道，背叛我的下场是什么。我还要让令狐冲看到，他的心上人的肉是怎样一块一块被割下来。东方不败，你这叛徒！哼，你们要骂就骂好了，别说我东方不败冷酷无情，没给你们机会出气。反正你们要骂，也骂不了多久了。蓝凤凰，先喝点水吧。哎，我不知道这水中有没有毒啊！圣姑对我们这么好，你竟然下毒去害他们！现在你大功告成了。可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啊！我万万料不到东方不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。你又不是第一次出来江湖行走，你应该知道东方不败不会信守承诺的。更何况，你何必为了我做出如此愚蠢的事呢？而且还要牺牲那么多弟兄。你当时生命危在旦夕，我是迫不得已的。为了你，我能考虑这么多吗？
可是我跟圣国情同姐妹啊，我实在是有愧于他。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，还是快想办法把他们给救出来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去探听他们的下落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查过了，我查不到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。你说，他们会不会被关在我们上次被关的天牢里？对呀，那就好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他们给救出来了。哎呀，天牢的入口处异常隐秘，非一般教众能知道。就说我在黑木崖住了那么久，我也不知道天牢的入口所在啊！啊？哼，照你这么说，还是救不了他们的。单凭我们2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智取才行，得想个万全之策。依林小师傅，掌门师兄有难。掌门师兄有难，怡清师姐怎么办呢？女儿，放心吧，我的未来女婿有难，我这个做岳父的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我现在就上黑木崖向东方不败要人去。你说救就去救，还把我放在眼里吗？啊，娘，你不要忘了，他与我们有恩呐。哼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去救他。娘，救救他吧！哎，你想想，你即使不管他的死活，也应该为我们的女儿着想啊。还有啊，你想想，如果令狐冲在黑木崖遭遇不测的话，我们的女儿一定会终日以泪洗脸，一天比一天消瘦，到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娘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看在夷陵份上，我们去救他一次吧。慢着，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凭我们衡山一派势单力薄，就算我们拼死杀上黑木崖，也只不过是以卵击石，徒劳无功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由得掌门师兄被东方不败杀死？当然不是。为今之计，我们必须请5岳各门派联手相助。不如我们先上华山通知岳师伯，请他老人家到黑木崖一趟。哼，岳不群，我才不去呢！他根本就不会帮掌门师兄的。不如我们直接上少林武当好了。说到底，岳不群始终是掌门师兄的师傅，再情再理，也得到华山去知会岳师伯。别说这么多了，快分头去通知各门派吧。是。衡山派弟子集合，叩见岳师伯，叩见宁女侠。2位师侄远道而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呢？不可不见和尚飞鸽传书说，我教掌门令狐冲被魔教困在黑木崖，请师伯念在5岳剑派同气连枝之意，把掌门师兄救出来。不可不见，飞鸽传书，哼，这个采花大盗，他的话怎么肯相信呢？更何况令狐冲，他自暴自弃，无可救药。我看是他们假传消息，骗你们上黑木崖，好一网打尽。你们还是别上当的好。哼，现在我们掌门师兄有难，事情10万火急。算了，我看我们再说什么也没用了，不用再求他了，我们自己去救人。岳师伯，你可真是贵人事忙啊！走，我们走。文辈告辞了。你走了。哎，2位且慢。我们5岳剑派一向同气连枝，一派有难，4派共救。但是贵派的掌门总是与魔教中人在一块儿，所以我师傅他才会再三的思索，除非你们将令狐冲逐出衡山，那贵派有难，我们华山派一定义不容辞的。再说，正邪不两立，这令狐冲总是跟魔教中人来往，早已败坏了正派的规矩。我们掌门师兄见义勇为，是真英雄大丈夫，不像有些人见死不救，简直是伪君子。胡说！平儿，是师傅。 2位师侄一定有所误会，5岳剑派
一向以左盟主为首，五派之大事，一切均由他做主。没有他的命令，我们华山派是不能私自行动，免得让魔教有机可乘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向他禀明一切，让他再做定夺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先上黑木崖，希望5月4派援兵尽快赶到。哼，话不投机，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走。爹，轮不到你说话。山儿，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师妹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我看到一些我不想看到的事情。师妹，你在说什么？弟子有难，见死不救，这是做师傅的所为吗？师妹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冲儿的事而忧心，其实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，我完全是为华山派着想。华山派武功有独到的地方，你的紫霞神功更是卓越非凡，为什么你不肯上黑木崖救他呢？你不明白的，左冷禅一直虎视眈眈，意图吞并我们4派。要是我擅自行动的话，他就会趁这个机会诬赖我们勾结魔教，对付华山。话虽如此，我们可以联络其他3派，要求左冷禅跟我们一起攻上黑木崖，那不是两全其美？简直是妇人之见！万一5派一同杀上黑木崖，中了魔教的诡计，5派被灭，叫我如何面对华山的列祖列宗？而我更会被武林中人唾骂。师兄，我知道你做事一向顾全大局，大义凛然。可是华山内的事情，你倒可以做主吧。平儿已经是我们的女婿了，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教他紫霞神功呢？师兄，我们都老了，何必再为华山派的事而操劳呢？现在是时候把位子传给平儿，也算是我们华山还他一个公道啊。让我想想再说吧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来了也是白走一趟。岳不群分明是要把掌门师兄置于死地。师姐，现在怎么办？赶快到少林和武当去求救啊！冲虚道长和方正大师，他们一定会主持公道的。2位师姐，月姑娘，我跟随你们上黑木崖救大师哥。是岳掌门让你跟我们一起走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5岳剑派结盟，1派有难，我身为5派中人，就应该拔刀相助。想不到华山派之中也有正义之士。我们走吧。拔刀相助，我看是旧情难忘吧。平之，你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大师哥有难，我们应该去帮忙的。大师哥，大师哥，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大师哥。你在2位师姐面前，别再胡说八道了。我命令你立刻回华山去。要回去，你自己回去。好，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我们夫妻名分就此一刀两断。 2位师姐，我们走。月姑娘，你的心意，我们衡山派会铭记在心。你为了救我们掌门师兄而有损你们夫妻感情，就大大不妥了。是啊，月姑娘，反正我们来华山是白走一趟的。你跟他回去吧。走了走了。 情。
情。